Hello， 大家好。上半年最后一台超大杯机型小米13 Ultra 呢，终于是发布了。那么在上一代12S Ultra 口碑不错的前提下，今年13 Ultra 能不能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呢？一起来看视频。这一次首发，我们买2台13 Ultra， 一台白色，一台绿色，其中一台呢会在我们的频道动态中抽取，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走一波必中。在这里呢，就先祝大家欧气满满，好运连连啦！包装上来说呢，13 Ultra 没啥变化，依然是黑色合体，正面是型号加徕卡标。配件方面，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呢是随机附赠的保护壳终于不再是祖传的清水壳了，用了一个超薄 PC 壳，有网格纹理，镜头圈部分呢也做了一些刻度装饰，可用性比较高。坏消息呢是，无论是绿色还是白色，都是黑色，没有根据机身颜色来做匹配，所以说买白色或者绿色手机的用户啊，大概率还会再换一个壳。这方面我觉得蓝绿两家的顶级旗舰啊做的比较到位啊，比如说 X90 Pro 家的红色和 Find X6 Pro 的大漠银月都提供了和手机同色的标配壳。随机附赠的充电器呢变成了90瓦 A 口设计，数据线最高支持6A。上一代12S Ultra 抛弃了陶瓷，改用了更深沉的素皮配色，巨大的圆形相机模组加上一圈金色的抛光，作为影像旗舰啊，逼格是到位了。可能小米在这个设计思路上尝到了甜头，今年13 Ultra 可以说是又往相机方向迈了一大步。整个奥利奥模组呢变得更大了，也更靠下了。去掉了12S Ultra 上的方形台阶，变成了曲面过渡。整个后盖侧看呢，能明显看到上半部分是凸起的，金属和素皮之间还有一圈塑料支架包裹。中框部分做了一部分垂直设计，另外一部分呢依然是曲面过渡，并且延展到了后盖上。个人觉得13 Ultra 的后盖设计看起来呢，确实会比之前的12S Ultra 更加霸气，横过来的话也确实更像相机了。就是这个天线注塑条也延展到了后盖部分，看着呢有些强迫症。这方面呢，黑色版本会更加一体。辨识度这块呢，还得是白色版本。巨大的黑色模组加上白色素皮，对比反差强烈，要比绿色版本呢更加好看。今年这个绿色啊，我感觉是绿的太深了，而且背部凸起部分的塑料支架和素皮本身呢，色差也会更加明显。那么黑绿白大家会怎么选呢？这次的素皮依然是硅胶材质，理论抗污能力呢会比正儿八经的素皮呢更好，摸起来摩擦力比较大。当然，白色用起来肯定是会相对显脏的，这点呢大家还是要想清楚了。至于耐用性方面呢，得用一段时间再确认。所以满分10分，你会给今年13 Ultra 的后盖设计打几分呢？可以走一波弹幕。正面呢没啥惊喜，13 Ultra 在一众旗舰机里面下巴宽度算是相对粗的一个，对比 Find X6 Pro 的下巴会更宽，基本呢是和上一代12S Ultra 差不多。所以贴膜方面呢也是可以和12S Ultra 通用的。这里就不得不说大米精选配件推出的超轻灵感膜了，无开孔，涂层舒适，易于贴合，轻微划痕自动修复，无论是吃鸡还是王者都能够持久顺滑。如果说设计方面好看与否见仁见智，那么这一次13 Ultra 日常使用的手感大倒退应该是没人反对了。这点我们工作室几个小伙伴上手之后意见呢都非常同意，厚度、重量以及 IDE 设计都会有些关系。这里我们也是实测了一波它顶部和底部的厚度，顶部连带摄像头凸起大概是 15.2 毫米，而底部实测呢大概是 9.4 毫米左右，相比官网标注的 9.06 毫米啊，实际厚度呢还是有些差距的。撕掉官方贴膜，裸机实测重量呢是228克啊，可能是垂直中框的关系，实际握持感觉呢要比12S Ultra 呢是厚挺多的，会有些硌手。另外呢，就是这个机子裸机使用时啊，总感觉这个食指摆放呢很不舒服，每次往上移的时候阻力特别大啊，我觉得这点呢还是和素皮材质摩擦力大，背部这个曲面凸起导致。想把食指顶在摄像头下沿做个支撑吧，手指呢又必定会经过这个曲面凸起部分，手指摸到侧边这块凸起的位置也是会比较硌手。横屏玩游戏的时候，巨大的奥利奥模组也会影响你的手指摆放啊，只能直接贴在镜头盖板上了。因为这一次听筒扬声器采用的是分离设计，加上上下位置呢非对称，横屏握持基本是会挡住一边开孔啊，总感觉声音呢是一边出来的。12S Ultra 呢则没这个问题，挡住顶部开孔，声音呢还是能够从正面的听筒出来。反正作为手机来说啊，13 Ultra 日常使用的手感啊确实挺怪的，握持舒适度明显不如12S Ultra， 也不如 X90 Pro 加和 Find X6 Pro。说实话，我之前用12S Ultra 也没觉得这个机子啊手感好啊，毕竟厚度重量摆在那里。但是13 Ultra 用了几天，再拿起12S Ultra 啊，突然觉得这个机子呢手感真好。当然了，带上原装手机壳之后，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手感问题。我觉得这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啊，可能就是手机壳曲面凸起部分会更加平坦，也更滑一些啊，能够缓解垂直中空的硌手。
性能方面，今年各家影像旗舰的表现其实都挺猛，因为都上了大面积 VC10。13 Ultra 的日常 CPU 调度策略上和13差不多，比如说程序打开加载环节，中核大核的频率呢会限制到 2.59 GHz 加 2.84 GHz， 应用内中核最高频率不变，但是大核频率呢会限制到 2.23 GHz 的样子。用修改报名的 J-Benchmark 测试，单核呢是1000家，多核呢是4400家。不过13 Ultra 日常的温控要比13怂一些，连续5次 J-Benchmark 测试之后，多核成绩呢会掉到4000左右。对比来看呢 ，X90 Pro 加Find X6 Pro 的日常调度温控呢会更加开放，连续5次之后，多核性能下降比较小。游戏环节直接来看一下原神的表现，20分钟虚拟地图跑图测试，平帧率呢是 57.3帧，整晶光呢是 5.6 瓦，节点最高呢是44度左右。对比13 Pro 来说，帧率稳定性低了些，功耗呢也略低一些。不过13 Ultra 这个机子不知道是不是游戏中心有 bug， 如果你是从桌面图标进入原神，有很大概率呢会变成 640P 分辨率。打开游戏中心，手动高质量启动一下游戏，再切回到标准，又变成了正常的 720P。续航方面呢，300尼特5G 加 WiFi 混合续航测试，13 Ultra 的最终亮屏续航成绩呢是7小时，属于是5000毫安时加8千瓦机型的正常水平。新的90瓦快充实测充电速度呢比之前67瓦确实更快了，15分钟快充电量呢是 10.7 瓦时但是要说短时间的回血速度吧，其实还不如蓝驴家的80瓦。对比Find X6 Pro 的100瓦虽然说名字上只相差了10瓦，但实际充电速度差距明显。完整充满5000毫安时电池呢耗时39分钟。另外，这一次13 Ultra 的无线充电需要注意一下，我们手上的老版50瓦无线充电座，即便是加了散热垫片，也只能激发到30瓦这个档位。刚开始呢，以为是摄像头太凸太靠下导致中空的关系，但实际上完全贴紧也是无法激发到50瓦的。用80瓦的无线充电座能显示50瓦，但是实际测量功率呢只有20瓦左右。根据网上反馈好像是要新版的50瓦 Pro 才能正常触发。这方面呢，还是希望小米能够尽快出一个50瓦充电器的具体支持说明要不然这来回测试太麻烦了。今年13 Ultra 的3颗副摄都变成了 MX858， 理论的传感器尺寸其实相比 12S Ultra 上的 MX586 是变小了。不过技术参数上呢更新，和主摄的 MX989 保持相同，可以更好的统一3A 算法和色彩校准。几天用下来呢，13 Ultra 相对于 12S Ultra 多摄色彩一致性呢确实要更好比如说这组样张，12S Ultra 超广角拍摄的画面就会和主摄呢存在一些差异。超广角地面的颜色呢略偏蓝13 Ultra 虽然说也会有点色差，但是调的呢更加接近。新增的 3.2 倍长焦在2倍到5倍之间的中间焦段拥有更好的画质和解析力。之前 12S Ultra 在这个档位呢，白天是靠主摄加长焦的融合算法，中心解析力不错，但是边缘画质呢比较差，会有明显的拼接感。而且小米13 Ultra 这个 3.2 倍其实呢是从 2.6 倍才上来的，变焦波轮在 2.6 倍的时候就已经切换到长焦了，所以最近对焦距离呢对比一般的 3.2 倍要近一些，大概呢是32厘米左右但是不如Find X6 Pro。画质层面，13 Ultra 这个 3.2 倍其实比预想中要好挺多，虽然说不算大底方案，但是光学防抖和 f1.8 光圈，10暗的夜景也可以调用，画面的细节表现不错。比较遗憾的是，这次13 Ultra 2颗长焦没有一个做浮动镜组13 Pro 的 3.2 倍随手拍一些微距细节呢就非常方便，在拍摄近距离物体的体验上，真的要比超广角微距好太多了。主摄方面呢，13 Ultra 对比 12S Ultra 部分场景的调色上会有些变化比如说 12S Ultra 在拍摄一些花花草草时，会偏向于把绿色拍得更深，而13 Ultra 呢则会调得更接近人眼些。同样徕卡生动模式下，13 Ultra 的整个画面明暗对比不像 12S Ultra 那么强烈，新平台 AI 算力更强，成像速度呢也会变快一丢。小米加徕卡的影调风格在拍摄人文、街拍等场景，色彩质感上呢依然有优势。比如说这组样张，默认的光影效果上，两台 Ultra 看起来呢会更加舒服。而如果是切换到徕卡经典，画面的锐化呢会进一步降低，加上4个按钮，老建筑的年代感就出来了。再比如说这组5倍花盆的样张也是类似情况，无论是默认的生动模式还是徕卡经典，两台 Ultra 整体的画面看起来光影质感更加舒服。很多时候配合这个白色徕卡水印确实能够让照片看起来更有故事感，让更多人在自动模式下随手拍出好看的照片。我觉得这点依然是今年小米13 Ultra 拍照上的一个优势。当然，算法层面上，我觉得小米13 Ultra 部分场景下的 HDR 算法是需要优化一下的。比如说这组摇摇马，实际人眼看到的就是 X90 Pro 加那种。13 Ultra 和 12S Ultra 这种场景下完全没有触发 HDR 算法，顶部呢都出现了过曝。Find X6 Pro 呢也是一样，有时候呢也会出现同一个场景，主摄拍摄的灯箱颜色正常，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切换到2倍进行主摄裁切时 ，HDR 算法呢就不会介入，或者说算出来和1倍差距呢比较大。夜景环节，自动夜景算法介入呢比较积极，绝大部分场景的画质表现都 OK， 并且放大看画面呢也没啥明显的锐化痕迹。
不过这次发布会上说的相机新镀膜并没有反映在实际的夜景眩光控制上。拍摄灯箱时，镜头的眩光问题相对于 X90 Pro 加来说还是会明显很多。在一些比较极限的夜景环节，徕厂的夜景算法确实要更牛逼，高光压制、降噪、眩光控制呢都比较到位。两台小米 Ultra 因为是原生5倍长焦，在5倍模式下的画面细节表现都不错，好于 X90 Pro 加，明显好于 Find X6 Pro。在更高倍率的10倍模式，两台 Ultra 的解析力呢依然更有优势，没有因为 AI 乱猜细节导致画面纹理歪歪扭扭的情况。这组10倍样张，12S Ultra 的细节甚至要比13 Ultra 还略好一丢。13 Ultra 阴影部分呢会有一些原本没有的横纹产生。至于新加入的可变光圈设计这几天用下来真的是感知不强比如说你手动设置光圈到 Auto 档位，或者说 F4.0， 重新打开相机呢又会变成固定的 F1.9， 也就是说自动模式下基本是全程 F1.9 模式拍摄。理论上大底加上 F4.0， 在拍摄一些产品或者说美食时，可以降低边缘发虚的问题。但13 Ultra 目前的设定呢，依然是近距离拍摄自动切换超广角，并不会自动调整主摄的光圈大小来控制景深效果差异。我觉得这方面呢，完全可以搞个近距离自动切换到 F4.0 的功能，来提升大底可变光圈的实用性。至于网上说的小米13 Ultra 这个可变光圈叶片在非通电状态下甩一甩会移位这个我们手上2台呢也是一样，因为双叶片结构，非通电状态下没有太多的线位阻力，通电之后呢会自动恢复当然如果用力甩的话还是会移动的，但是呢会立马复原。我觉得这个对于实际的拍照基本是没啥影响，除非你拍摄时需要比较剧烈的甩动同时甩动的瞬间完成拍照，又或者说拍视频时有剧烈的晃动操作。12S Ultra 这个机子我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这块屏幕虽然说我对屏上也不算太敏感，但是480赫兹低频 PWM 调光主观感受来说，低亮度下确实会更加累眼，而且三星2K15这一代的可视角度是一坨，自动亮度呢也很怂。今年13 Ultra 的屏幕不走寻常路，并没有按照惯例沿用13 Pro 上的一款，而是联合华星光电定制了一款新的2K 屏。到手之后呢，第一观感还不错可视角度对比之前的 E5是明显提升，对比Find X6 Pro 13 Pro 上的 E6也要更好，大角度倾斜也没有明显的局部偏绿或者说偏红问题，拉低亮度之后屏幕呢也没啥麻布感。实测6个区块平均分值亮度呢是1324尼特，分值亮度数据很强，不过呢高低亮度差比较大，达到了124尼特，高亮度一致性和三星屏呢还是有明显差距的。Find X6 Pro 平均1472尼特的情况下，高低亮度差呢只有27尼特，手动最高亮度505尼特，手动最高值给的比较低，可以算是小米的老传统了。之前13 Pro K60 Pro 也基本是这个亮度区间值。相对来说，今年其他很多旗舰的手动亮度会更高，比如说 Magic 5 Pro 可以手动拉到762尼特，E6的 Find X6 Pro 可以手动拉到805尼特。当然，这块屏幕的实际激发亮度设定没啥毛病，2万 lux 的照度呢可以激发到1008尼特，5万 lux 照度呢可以激发到1146尼特。户外屏幕的能见度对比12S Ultra 是有明显提升的。室内环境的话，13 Ultra 的自动亮度也比12S Ultra 呢好挺多，至少呢不会一到烧暗环境就直接给你拉到底了。色准方面，这次默认的色彩模式从之前的生动变成了专业原色。这个模式下，白底色温呢是6894K， 比标准的 D65 呢略偏高，平均色彩偏值呢是 1.6。调光方面，今年的国产屏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三星13 Ultra 这块屏幕80尼特以上呢是类 DC 调光，80尼特以下呢是192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要比13 Pro 上的高亮度360赫兹、低亮度1920赫兹高频呢好很多。这块屏幕呢也支持 ALTPO， 当然 ALTPO 的策略和之前三星屏幕的机子有点区别。13 Ultra 上的策略呢是画面静止不动，立马降到1赫兹，但是只要有触摸动作，立马提升到120赫兹，没有中间的变频档位。B 站看视频开弹幕能够自动降到60赫兹，静态页面依然是降到最低的1赫兹。滑动屏幕呢则是直接变成120赫兹。我觉得这样反倒是有利于滑动过程的流畅度，因为有些机子滑动屏幕过程中的刷新率变频会让整个画面看起来会有些掉帧。综合的显示效果来说，13 Ultra 这块国产 2K OLED 的屏幕没啥毛病。优点呢是可视角度不错，对于频闪敏感的用户来说比较友好。缺点呢是高亮度下的均匀性差了些。当然，在13 Ultra 上显示设置呢也有一些祖传的老毛病，比如说手机默认到手依然是 Full HD+ 的分辨率，然后默认的智能刷新率有很多应用是锁60赫兹的，比如京东、淘宝、QQ 音乐都是锁60赫兹，就挺离谱。新机到手基本需要手动去调一下，要不然这高刷体验也是比较糟糕。当然，这次13 Ultra 上默认是有刷新率自定义功能的，动手呢可以实现全局高刷。相册虽然说已经是支持 HDR 照片显示了，但是默认依然是关闭的，需要你手动去开启。马达尺寸上来说中规中矩，不过目前系统打字的震动效果上，感觉呢还是会有些弹簧感，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红外全功能 NFC， 这些都是小米数字系列的标配。这代机器上还有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那就是 USB 接口速率从原来的 2.0 升级到了 3.2 正一。我觉得对于影像器件来说在你拷贝大量照片视频时，确实感知很强。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原来 USB 2.0 的时候，连接电脑显示预览照片，缩略图呢要等挺久，而 3.0 的话，刷的一下就出来了。不过目前来说13 Ultra 上并没有集成手机的桌面模式，用 USB 3.2 线连接，只能作为有线投屏输出使用。MIUI 14的系统体验参考我们之前的视频，就不多做赘述了。但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还是得说一下，那就是 MIUI 默认的 UI 图标依然是满满的卡通风，和13 Ultra 这种主打影像旗舰的气质不太搭。虽然说 MIUI 主题商店全部免费，并且有不少质量高的主题可以自己去慢慢搭配，但是作为顶级旗舰还是希望能够改一改这个默认图标风格。那么简单小结一步从 12S Ultra 到13 Ultra， 就拍照这块来说，经过2代 Ultra 产品之后，小米加徕卡整体的影像口碑和实力肯定是立住了。新的4摄系统色彩一致性更好，新增的 3.2 倍长焦提升2倍到5倍之间的变焦解析力。对于大多数普通用户来说，随手能拍出有质感的照片，依然是小米13 Ultra 拍照上的一个优势。但如果你是 12S Ultra 用户，那么我觉得这一次影像部的升级提升并不大。12S Ultra 的拍照放到现在依然是挺能打的。5000毫安时电池，整体续航呢还不错。新的2K 国产OLED屏幕，护眼兼顾显示效果。我觉得屏幕反倒是这一次13 Ultra 相对于 12S Ultra 提升最明显的地方。90瓦充电速度虽然说有提升，但是横向对比其他的充电速度呢，确实比较水，还不如隔壁的80瓦。另外就是目前这个机子对于老款无线充电器存在一些兼容问题，无法触发50瓦档位。所以如果你很在乎手机的影像拍照，那么13 Ultra 12加256GB 5999的价格呢没啥毛病。但作为一台手机来说，我觉得它的手感确实还蛮影响使用体验的。厚重的机身垂直中框，加上上半部分整体凸起，无论是正常竖屏握持还是横屏打游戏都不太舒服。感觉小米这一次是照了一台能打电话的相机这点呢建议大伙自己去线下体验店试一试。那么看完视频，大家会考虑这一代的小米13 Ultra 吗？可以走一波弹幕，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OK，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小米13 Ultra 的评测内容了。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个关注，这是我们坚持自费购机评测的最大动力。当然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看一看，搜罗更多优质科目。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